无畏曲折迷离，K 姐奇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1918年8月27日，美国的波士顿陷入了致命的西班牙流感爆发之中，而就在同一天内，这种病毒也在印度爆发了。人们对此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因为那个年代并没有像现在那么发达的航空业，那坐船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从美国到达印度。那么病毒是怎么做到在地球的两端同时爆发的呢？2007年，一个国际研究团队经过测量得出，每天地球上每1平方米都有大约8亿个病毒从天而降。根据这个惊人的结论和关于西班牙流感爆发的疑点，一些科学家提出了这样的猜想。他们说，西班牙流感的病毒很有可能是从太空坠落到地球上的，并且人类历史上的几次重大瘟疫都与外星来的病毒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在冥冥之中，我们人类的命运是否正在被地球之外的力量所改变着呢？时间回到1918年的8月27日，在美国波士顿的海边，有2名水手带着可怕的症状来到了码头的医务室里。医生发现2人的身体都出现了黑斑，并伴随着流血过多、口吐白沫的症状。没过多久，2人就去世了。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第2天，更多的人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并且在短短几周内，就有数千人感染上西班牙流感而死亡。同年10月是美国在2021年之前最黑暗的一个月，有20万美国人在这个月死去。这场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疫情是人类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疫情。据估计，全世界有约5亿人染上了西班牙流感，并且有多达2500万人死于这场流行病。就在波士顿爆发流感的同一天内，在地球的另一端，同样的流感也开始从印度的孟买爆发了。最终有大约1250万印度人因流感而去世，印度也成为了这场疫情中伤亡最惨重的国家。在悲痛之中，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西班牙流感病毒在24小时内从2个相隔着10万8千里的国家几乎同一天开始。这着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因为在当时，人们不可能在一天内从波士顿乘船到达印度。而另一个更奇怪的事实是，西班牙流感在爆发后的18个月内便完全消失了，并且其病株从来都没有被真正的辨认出来。针对这2个事实，一些科学家提出了外星病毒的猜想。他们认为，病毒很有可能是随着太空中的彗星在经过地球时坠落到了地球上的不同地方，这也就解释了同一种流行病为什么能在地球的两端同时爆发。但是问题来了，病毒真的能在太空这种极端的环境中存活吗？答案居然是肯定的，并且有些科学家认为，地球上的微生物最早就是在遥远的行星上进化而来的，之后才随着彗星来到地球上定居。我们要从1967年美国的一项航空发现说起。自始至终，人们都认为任何生命形式都无法在缺乏氧气的环境中存活，更不用说太空这种真空的极端环境了。但自从人类第一次进入太空，科学家们就一直在寻找推翻这一理论的证据。1967年4月20日，美国宇航局的勘测者3号在月球上成功着陆，并开始了从月球表面搜集土壤的任务。2年后，执行阿波罗12号任务的宇航员回收了勘测者3号的部分部件，并将其送回了地球。令在场的科学家们都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在勘测器上发现了活的链球菌。这一发现推翻了生物必须要氧气才能生存的理论，但这只是微生物在太空旅行中存活下来的众多案例中的第一例。事实上，美国宇航局还进行了将微生物暴露在外太空的实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好几种微生物不但在国际空间站存活了2年的时间，而且在回到地球后依然能够繁衍生息。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生命的持久性不仅仅是单细胞生物所独有的。2007年9月，俄罗斯的联合系列运载火箭将一种叫做水熊丛的生物送入了太空。
以此来测试它们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存能力。这种生物对不良环境具有极强的忍耐能力，人们通常可以在地球2极的苔藓上找到它们。在太空实验中，人们惊讶地发现，水熊虫最终在真空环境中依然可以安然无恙。这些案例都能够表明，微生物似乎是天生的太空旅行者，它们几乎可以在人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严酷的条件中存活下来，比如极热或极冷，又或者在高辐射的环境中都可以生存。所以，宇宙中各种各样的活的微生物，随着彗星降落到地球上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这些微生物也有可能来自太阳系的其他天体，并伴随着天体运动不断地降落在地球的表面。而外星病毒很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的，然后再降落在海洋、湖泊或溪流中，并最终引发了席卷全球的几场瘟疫。当然，这种理论还存在争议，但如果是真的，那它们是如何从外太空来到地球，进而影响到人类的呢？2007年，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西班牙的内华达山脉建立了一个研究设施，用来记录从天而降的微生物的数据。经过测量后，他们发现每天落在地球上的病毒总数是每平方米8亿个左右，但他们对此做出的解释引发了争议。这些病毒原本都是来自地球表面的，只是被风带到了高空，之后又降落了下来。但一些科学家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病毒都是以这种方式重新传播的，这其中一定包括来自于外太空的病毒。就像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所提到的胚种论，不少科学家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根本不是在地球上开始的，因为这些构成生命的基本要素在宇宙中无处不在。之前我们还提到过，英国的陈博士在陨石中发现了有机物和液态水，所以生命很有可能就是从地球之外的地方就已经开始了。而有些外星人研究专家更是在这个基础上脑洞大开，他们提出，这些微生物并不是偶然被彗星送到地球上的，而是被某种外星生物故意放到这里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是为了改变人类的进化。那有朋友就会问了，难道很多流行病病毒是来自于地球之外吗？如果是这样，那外星病毒来到地球是偶然的吗？还是被某些外星人故意送到这里来的呢？1985年，在英国首次发现的疯牛病就属于历史上最可怕的传染病之一。疯牛病是由软病毒所引起的，而实际上，软病毒是一种未能折叠成正确形式的流氓蛋白质。它还能很快地将信息传递给其他的蛋白质，这就造成了其他蛋白质的功能失调。奇怪的地方在于，科学家在陨石的碎片中发现了一些微生物，它们有着与软病毒非常相似的化学结构，也就是说，软病毒很可能是从太空进入到地球的，而且疯牛病似乎是突然出现并且广泛传播的。还有另一种非常可怕的烈性传播病毒，是1976年被发现的埃博拉病毒。一旦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感染了这种病毒，就会引发一种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感染者会因此导致大量体内和体外的出血，其死亡率高达50%以上。起初，埃博拉病毒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病毒，但历史学家发现，感染埃博拉的症状与近2000年前摧毁罗马帝国的一场流行病十分相似。公元258年，塞浦路斯的瘟疫袭击了北非的迦太基城。这场流行病的传染性十分惊人，并且被感染者的症状和感染埃博拉病毒一样，感染者也会出现体内和体外的大量出血，而且传染性极高。罗马帝国1半的人口就死于这场瘟疫。但很快，这场瘟疫似乎就完全从地球上消失了。所以，有没有可能埃博拉病毒在公元3世纪的地球上就已经存在，但是中间突然消失了很长时间，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才重新现身呢？那么，在这期间，埃博拉病毒是否就藏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或者是在太空中呢？有研究学者相信，埃博拉病毒很有可能是被一种神秘力量故意送到地球上的，并且已经不是1次2次了。作为证据，他们指出了历史上另一场严重的瘟疫——黑死病。有人认为
黑死病似乎源于天空中出现的不明黑色物体。有一些记载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在黑死病发生的地区，人们看到过有黑色的灰尘从一个不明飞行物上掉落了下来。此外，还有人在瘟疫之前看到该地区的麦田里出现过一些奇怪的人，他们的手里拿着像镰刀一样的东西。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瘟疫之后的结果，这场瘟疫夺走了当时欧洲1/3的人口，而那些在瘟疫中幸存下来的人，最后享有了上一代人的2倍的财富和自然资源，并且也拥有了更强的免疫系统。研究学者也由此提出了，这场瘟疫有可能是某种外星文明故意发起的，他们设计并向地球投放了病毒，以此来完善地球物种的基因库。虽然这还是一种假说，但好像也不无道理啊。我们现在知道，科学证实了外太空确实可以存在生命，而且每天在地球上的每1平方米都有超过8亿个病毒从天而降。我个人相信，这有一部分是被风带到了大气中，然后又降落下来的。但是说它们有的来自地球之外，也是很有可能的。毕竟微生物可以在宇宙的极端环境中生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那话说回来，以人类现有的技术，我们还无法与外星来的病毒所抗衡。这是否意味着，在冥冥之中，我们人类的命运正在被地球之外的力量所改变着呢？